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甘肃的瓜州。《西游记》和《三国演义》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可能很多人呢都看过无数遍。其中的故事啊，真的是比较深入人心。那么，《西游记》的主人公唐僧，当年呢就在我现在来的这个地方生活了大概半个月到1个月。那么，《三国演义》有一个故事呢，叫做《空城计》，就是诸葛亮和司马懿的故事，但是那个在历史上没有记载。而在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，却有真实版的《空城计》存在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唐僧生活过的地方，以及他讲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，然后了解一下真实版的《空城计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的《空城计》有什么区别。现在出发。这个地方是锁阳城遗址，门票加观光车是70块钱，而且是只能坐观光车进去，游客中心离目的地有好几公里的距离。这是一个汉唐古城遗址，前面看到这些夯土城墙就是外城。一般这种古城它都是分为内城外城，也是在戈壁滩上面留下来的一座古城遗址。到了这个戈壁滩上的风非常大呀，现场录制的声音基本是没法用的，所以我就在后期又重新说了一遍。看到有路标，内城、翁城，还有塔尔寺遗址。塔尔寺就是唐僧当年在这个地方住宿以及讲经的场所。来到了锁阳城下面，它这里属于内城，整个锁阳城是分为东城和西城的。这里的风非常大，而且又是戈壁滩上面，所以那个风沙呀一直往脸上吹，基本上像在吃沙子一样。在道路两侧就跟沙漠一样，都是沙丘。锁阳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14年6月份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始建于晋代，兴盛于唐，其他各代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修和利用，基本上整体是保存了典型的唐代古城风格。关于锁阳城它确切的建成年代还是有点争议，不过现在保留下的遗址基本可以确定是唐代时期的。它是河西走廊西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，在唐朝初年这里算是国门，也算是一个军事重镇。在不远处呢就是唐朝重要的一个关口玉门关，出了玉门关就出了大唐的管辖范围。当时唐僧要去西天取经，他就是偷渡玉门关出去的，所以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故事。你看这里已经沙漠化了，这边风非常大，问了一下工作人员，他说基本每天都是这样子的。锁阳城算是一个当时唐朝的大中心城市，东城较小，据说是当年驻军将领以及他的家属的驻地，还有衙署办公的地方。西城较大，是驻扎士兵的地方以及当时居民生活的地方。全城呢东西长度达到500多米，南北宽达到400多米，总的面积达到28.5万平方米。它这个内城的城墙还有马面，有翁城、角墩，这些城墙基本上都非常宽敞啊，墙基达到19米，现在残高呢是9到12米。看这个数据的话，这个城市非常庞大，防御体系、防御功能很强大。这一块呢是一个巨大的翁城，那边是路口，然后我现在站在这里，这样进来是一个路口。翁城一般都是呈一个直角形，前几天我们在嘉峪关看到了明朝的翁城，在翁城的旁边就是当时的城墙，在最远处还有一个角墩，就是角楼，也是防御的。锁阳城从建成到唐朝时期一直都是一座大中型城市，它当时也是河西走廊的咽喉，从关中也好，从中原地区也好，去往西域或者走丝绸之路，锁阳城是必经之路，因为当时是古瓜州治所，特别是唐朝初期，这里呢又是国门，从而这个地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在大概1300年前，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了现实版的空城计。在唐开元15年，也就是李隆基时期，吐蕃大军进攻河西，很快占领了瓜州。当时的瓜州刺史被吐蕃生擒，由于前方军情紧急，瓜州呢又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，这个时候呢张守珪就出任了瓜州刺史。张守珪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熟悉，但是他是唐朝中期非常著名的将领，可能说这些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。
但是说到安禄山，知道的人肯定就不少。安禄山其实就是张守珪提拔的，并且把他收为养子。不过张守珪也不会预料到后面的场景，毕竟安禄山造反，张守珪已经死了10几年了。那么说了一下张守珪，我们就继续说一下这个空城计。张守珪来到瓜州上任之后，第一时间是整顿队伍，并率领锁阳城剩下的兵力修筑城墙，防御敌军。但是不巧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吐蕃军队又来了。当时整个城墙呢又没有修完整，那基本上守不住的。当时的老百姓和士兵都是惶惶失色，想丢城而走。张守珪呢却非常平静，说我们不能以他们硬拼，应当以计谋取胜。于是呢，他就安排人在城墙上面摆放酒席，与将士把酒言欢。吐蕃的军队看到这幅场景之后，立马就心生怀疑，以为是诱敌深入的策略，城中呢肯定有埋伏，不敢呢贸然发动进攻，于是呢就退军。这个跟我们《三国演义》看到的空城计其实类似嘛，诸葛亮和孔明的故事。当然了，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可能他们两个是心照不宣，是一种默契，但是锁阳城的空城计呢，却完全是张守珪的一次计谋。说完了空城计，我们再说一下这座城和唐僧的故事。唐僧大家非常熟悉，在《西游记》中演绎，唐僧当时是李世民的玉帝，他受李世民的指派委派前往西天取经，在去之的途中收了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为徒弟，一路呢历经艰难险阻，最终到达西天取得真经，然后返回中土大唐，相当于他们最后是功德圆满，寿终正寝。《西游记》是一部神话小说，里面的唐僧其实在现实当中是有原型的，我们也说过很多次，他就是唐朝初年的一名和尚，叫做玄奘，本名是叫做陈毅，河南洛阳人，13岁出家，11岁受具足戒，曾经游览各地，参访名师。在唐贞观时期，他就向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，不过呢未得到允准，因为当时你要去西天取经嘛，就必须走河西走廊，从当时的古瓜州玉门关这里出去。当时你要离开大唐，就一定得有手续，得到朝廷的允准，你才能通行。就跟我们现在你出去要办手续有护照一样，当时叫做通关文牒、关照这些。但是由于唐朝贞观初年，大唐和突厥属于敌对关系，关系非常紧张，所以不可能允许玄奘西行。但是唐僧没有放弃，在公元629年，就是贞观3年，他偷偷的从长安出发，想独自一个人去西天取经。于是这个时候，唐僧呢就开始秘密西行。当他途经兰州到达凉州时，我们俗称的武威，当时的一个将军严格执行闭关的法令，强令唐僧东归长安。幸亏他当时得到了本地僧人的帮助，才得以继续西行，从凉州昼伏夜行1500多里到达瓜州。当时的瓜州刺史呢非常尊敬玄奘，给他吃住行都安排好了。但是当时唐僧如果要继续西行的话，就必须通过重兵把守的玉门关。那个时期呢，他没办法，只能暂时在瓜州滞留，时间差不多1个多月。当时瓜州也收到了凉州发出的一个通缉令，好在当时的一个官员叫李昌，他呢也比较信奉佛教，有听到唐僧的故事，所以呢就没有缉拿法师，而是劝他尽早离开瓜州，并且把那个通缉令撕掉了。不过唐僧呢，他发誓绝不东回，一定要继续西行取经。但是玉门关呢又无法逾越，于是他便在锁阳城的塔尔寺住下来，等待时机，等待机会，偷渡过玉门关。在这个内城待了差不多20分钟，我们就继续前往塔尔寺，看一看唐僧当年生活过的地方。这个景区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刚进景区，我买票的时候没有门票，只有一张小票，然后问工作人员有没有介绍，也没有。正常来讲，门票还是要有的，不过可惜这里没有。在前往塔尔寺的路上，还是能看到这样一大的城墙。这个残高的城墙还有这么高大，其实证明锁阳城在明朝时期还有人居住。在河西走廊上面，其实很多城池
在明朝时期还有人居住，只不过由于明清时期的发展，这边的环境有点恶化，很多古城就废弃了。按照一些资料的记载，这个锁阳城最巅峰的时期有好几万人在这里居住，不知道真假，但是我估计作为这样一个大城市，上万人是非常有可能的。远处那座塔就是塔尔寺的所在地，我们看看周边的环境，不像我们刚才看的沙漠化沙丘，这里全是夯土形式的，这些就是当年建筑留下的一些痕迹。这周边呢，我看到了全是这种夯土形式，证明这个寺庙当时非常大，因为唐僧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挂单，所以这个寺庙才能够名扬天下。特别是当时唐僧从西天取经回到长安之后，他所待过的长期生活的那些寺庙就更不得了了。正在唐僧无奈之际，有位礼佛的福人石盘陀来到塔尔寺，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商人，他比较信奉佛教，所以呢，这些知名的寺庙他都会来礼佛。恰恰呢，见到玄奘法师，都说唐僧是一位美男子，又加上他精通佛法，石盘陀呢被唐僧的魅力所折服，恳请唐僧为其受戒，并且他了解到唐僧的故事之后，承诺可以带唐僧绕过玉门关以及玉门关外的5座烽燧，可以继续西行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唐僧就收石盘陀为大徒弟。《西游记》中的原型，我们都说是唐朝的一个法师，叫做悟空禅师，这是其中之一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孙悟空的原型是山西的孙大庆。最后一种说法呢，孙悟空的原型就是石盘陀，特别是那个瓜州的千佛洞以及敦煌的莫高窟里面呢，都有这个壁画。刚好石盘陀就是甘肃人，所以说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就这样诞生了。这个时候石盘陀就带着唐僧连夜出发，在玉门关上游10里处渡过葫芦河，绕过了玉门关。但是出关之后，石盘陀呢却又开始反悔了，因为担心受到牵连，因为当时如果被发现的话，这个是很严重的行为。当时呢就想把唐僧杀掉，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绕过了玉门关，相当已经在戈壁上面了。不过呢，唐僧当时宅心仁厚，承诺就算被抓住了也不会告密。于是呢，石盘陀他就骑着一匹马走了，2个人分道扬镳，各奔东西。所以这个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跟我们实际的唐僧的大徒弟是不是有点区别不一样？尽管唐僧这个时候已经绕过了玉门关，但是他要继续西行的话，就一定得有水。当时水源的话，就是在那个烽火台下面，因为玉门关外有5个烽火台，他于是呢趁晚上来到烽火台下面取水，但是呢被官兵发现，险些呢被当时那种弓箭所伤。当时呢这些士兵呢还把唐僧抓住了。不过呢很凑巧，这座烽火台的首领他是一名佛教教徒，他十分钦佩玄奘的气概，不仅没有为难他，而且还提供了途中所需的粮食和水，护送他安全通过了剩下的几个烽燧。不过唐僧西行确实充满了传奇，每走到一个地方都有贵人帮助。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他根本就无法走出大唐的境内，无法走出玉门关。但是没有想到机缘凑巧，一路呢都是很多人被他的魅力所折服，从而呢他走出了大唐的境内，继续前往西行。随着那些烽火台的影子变小，玄奘的前方是更为艰险的漠河岩气，在当时称之为戈壁沙漠，大概是800里。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唐僧一路成功的到达西天，取得真经，又返回了中土大唐。所以唐僧当时回来的时候，一路是受到热烈的欢迎，可以说进入大唐境内就变得万人空巷，很多人都想看得唐僧的真容，因为他确实创造了历史。前方看的那个塔就是塔尔寺最标志性的建筑，估计唐僧当时来到这个寺庙挂单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面讲经，也有可能在这个殿里面碰到了他的大徒弟石盘陀，也就是孙悟空的原型。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座塔，已经有1300年以上的历史了，
现在高度不是太高啊，因为经过时代的变迁，已经有点破坏了。我们看看这些细节，它跟我们南方和在北方看的有点不一样。中间这个孔不知道是不是进入这个塔的一个通道。除了在中原地区、长安等地，唐僧在一个地方停留1个月是非常少见的。按照史料记载，唐僧从西行取经开始到返回中土大唐，历时17年，旅程5万里，这个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回到长安之后，受唐太宗召见，住在长安弘福寺，后面又住在大承恩寺。从回到长安开始到他一直去世，主要呢是从事易经事业，共翻译出经书75部，1335卷。唐僧呢也确实有3位徒弟，他们去世之后都安葬在陕西长安的南郊，现在到那里也能够看到唐僧墓和唐僧弟子的墓。那么唐僧和锁阳城塔尔寺的故事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，这个地方也走完了。可能很多人会问，这么好的城市为什么废弃了？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概在700年前，这个地方由于环境的恶化，干旱缺水，所以呢城中的人大部分就迁移走了，从而这个锁阳城塔尔寺就慢慢的废弃了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